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4月3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4月2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 164.75， 收盘价是 166.63，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 167.69， 最低价是在 163.43。 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俯值是达到了4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回到了各条均线值的下方，并且也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当日的成交量是 1.165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42 倍，抱有大的成交量。KD 值我们会看到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增大，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下行的走势在增强。MACD 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下，双线是趋于合拢，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微小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多头趋势开始向空头趋势发生转变。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4月2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回档后的下跌中。那当日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大幅的跳空低开盘，虽然说在盘中出现了反弹，并且呢收盘价也又回到了我们说在3月22日这根 K 线，也就是前低的上方，但是呢这个收盘价是跌破了蜻蜓线的最低。那我们说蜻蜓线是变盘的信号 K 线，如果日后股价的收盘价跌破了它的最低呢，那么股价将会开启新的一波下行的走势。所以说虽然我们说当日盘中出现了反弹，但是呢收盘价依然是在前低的下方，那也就为股价开启下行走势打下了一个基础。那么我们也会看到虽然是这样的生成这样的 K 线预示着股价会下行，但是它又是一根休息的 K 线。那我们说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是否能够继续像在这个盘中出现的反弹呢？我们说要取决于日后股价不能够跌破160，也就是在新生成的 K 线当中股价如果不出现低于160.51这个位置的一个点位，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会出现反弹，否则呢，我们说股价将会跌破这个位置而继续下行。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样一根 K 线信息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4月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反弹，收盘价会在180附近。另外一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下行，收盘价在172。实际在4月2日收盘价是在166.63，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行。那也跌破了前低，同时当然也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下方。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出现这样的一个收盘价，那么日后股价会继续下行，所以我们来看股价的下行。那对于4月3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我们现在保留这个166这条水平线，因为虽然这根 K 线是较之前出现了新低，实际上也就是说短期的多头在这个地方有头高底高，但是呢股价出现回档之后，现在出现了新低，也就低于
3月22日这根 K 线最低，那也就瓦解了目前的这个短期多头趋势。所以说呢，我们说股价虽然是瓦解了短期多头趋势，但是收盘价还没有跌破前低，所以这个166啊，我们继续去保留它。对，那166被跌破，实际上我们这样说，166依然我们保留这个目标啊，就是说股价还有反弹的可能。对，所以这个166并没有什么压力，它也并不是什么支撑，它仅仅是目前现在的一个我们说就是一个标志位吧。对，那么股价跌破166之后，实际上目前下行的真正的目标就是160，也就是这个位置。那跌破这个位置，我们会看到会继续目前的这个空头趋势，这个空头趋势我们指的是自2023年12月28日以来的这个空头趋势，也就是再次出现低低低。因为上方有头低，这个地方也有头低，所以现在就是股价下行，就是要跌破160.51。好，那160.51再被跌破呢，我们会看到接下来还有一个目标，就是下方的152。好，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那对于支撑啊，我们认为现在这个160.51这个地方啊，应该会成为一个支撑，因为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下行啊，我们会看到，在一个交易日，这是由于消息面的影响啊，出现了这么样一个大幅的下行。但是当日的成交量是非常大的，说明在这个地方啊是有多头力量进入的。所以如果股价不跌破160.51啊，我们认为股价仍然会有反弹的可能。对，好，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那既然我们说股价仍然有反弹的可能，我们再来看上行。上行的目标，现在我们一目了然，依然是前高184这个位置。站上这个位置，我们说将会继续这样的一个多头的趋势。那如果股价在这个地方能够反弹，站上184呢，我们说很有可能4月2日这根 K 线或者之后的一个交易日的 K 线会成为一个底高。对，所以我们认为股价只要不下行啊，至少会在目前这个位置出现横盘。对。好，那么第一个目标是184到达这个位置的压力，实际上目前股价要想反弹，首先就是要回补这个缺口，然后是各条均线值，这是两个压力区间。那么184再向上，第二个目标就是206，接下来就是265。好，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下行和上行的一个说明。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15%的多头仓位，分别是在3月18日收盘价174附近5%进场，在3月20日收盘价176附近10%加仓，成本价是在175附近。那么如果之前没有获利出场，一直持有这个仓位是要等待加仓做多的。那我们给的止损位一直是166。那我们会看到在4月2日这根 K 出现这根 K 线啊，出现了新低，但是收盘价依然是在166的上方，所以呢这个仓位应该还会被继续持有。那在这个位置我们说是不可以加仓做多的，当然也不可以进场抢反弹，因为虽然这儿出现了一个大幅的量增啊，有多头力量进入，但是我们不排除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休息的 K 线之后啊，继续会下行。所以在4月2日收盘价166.63这个位置是不可以加仓，更不可以进场抢反弹的，在技术上来说。好，那么这个仓位依然持有。那到了4月3日
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是依然守166，也就是股价收盘价跌破166，那应该是即可出场。好，这是我们说的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空头目前的目标就是160，那么空头要守的位置就是上方的这个缺口，还有就是说各条均线值应该是在172到173之间，这个位置将是股价如果出现反弹的一个强压力。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4月3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上方的缺口，是168到170。第二个压力位是从172到173。那各条均线值呢，在4月3日都集中在这个区域内。第三个压力位就是这根蜻蜓线的最高是177。好，当然再向上就是184。那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前低163附近，然后是160，再接下来就是下方的152，这是下方的3个支撑。好，那么当然我们刚刚我们再补充说，就是我们刚刚没有给出观察线，在4月3日盘中，我们要给出一个观察线是在165附近，之前我们给的是171这个位置，好，那我们把它调整到165。165呢，实际上我们指的是前一日这根休息 K 线实体的下沿。好，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它呢？就是股价呢，在4月3日开盘之后，如果一直能够在这个休息 K 线实体下沿的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会出现反弹，否则呢，股价会继续下行。好，这是我们补充说的4月3日盘中要关注的位置165附近。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4月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66，最低下方会到达162，在这个位置，然后收盘会收在165附近。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66的，在这个位置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下。对，好，也就是第一个可能，我们认为它继续会出现一根休息的 K 线，然后出现新低。那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65，上方最高会到达171，然后收盘会收在169附近，在这个位置。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65的，同时也必须是高开盘，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4月3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